带重要事件真相，掌握政局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伦。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前台北市副市长李永平。一伦好，大家好。还有政大国关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正声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以及军事专家施孝伟。一伦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看到了美伊哦，现在好像又出现了另外一个转折。好，原本哦，川普才摸摸鼻子哦，说要延长停火，就现在赫姆兹海峡这边的炮火是直接打脸了川普。好，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呢？你可以看到伊朗炮击了3船1舰桥重弹。好，这是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说啊，他们至少有3艘的货柜轮在荷姆兹海峡遭到伊朗革命卫队开火，还有其中1艘的货轮受损。那最后革命卫队还将其中的2艘船扣押带回，那指控这2艘船哦试图偷闯海峡，危及航行的安全。好，那当然有人说啊，现在伊朗做的就是以眼还眼哦，以油轮来还击油轮。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才讲过嘛，美军在19号的时候在赫尔姆兹海峡不是扣押了伊朗的货轮这个图斯卡号，那在21号的时候在印度洋又有一些动作，所以现在呢看起来伊朗正在反击当中。好，那当然伊朗有一些杀招，我们帮大家来分析破解一下哦。第一个，它的杀招可能会是海缆。好，为什么呢？因为伊朗公布了一份详细的赫姆兹海峡的海底电缆，这些电缆是非常容易受到攻击，说至少有7条主要的海底电缆穿过。好，所以就有人认为接下来会不会海底电缆就是伊朗的王牌。好，那当然现在伊朗对于赫姆兹的3船扣押开火，那革命卫队这个还暗示说海缆非常的脆弱。好，这是他们相关的通讯社有说啊，这个赫姆兹海峡的海底缆线非常脆弱哦。那也只说波湾国家仍然有在赫姆兹海峡海底缆线遭切断的弱点。所以说，多条主要的缆线同时受损，不管是意外或是刻意所为，都可能会引发整个波斯湾的大断线。但是可能也不只是波斯湾国家，全球的都可能会受到影响，因为有97%的云端服务跟网路都是经由这些电缆进行传输的所以大家也是剉对蛋。好，那第二个伊朗杀招就是水雷了。我们知道现在呢，革命卫队海军的33艘快艇有组成一个庞大的攻击群，好，在赫姆兹海峡巡逻后又返回。好，这代表什么呢？其实革命卫队也在显示给大家看说，他们还有相关的能力所以也要其他国家或是也是一直给美国看说不要轻举妄动。那目前华盛顿邮报说，美军需要6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赫姆兹海峡的扫雷。那因为部分的水雷是通过了卫星定位系统的技术远程来布设，那使得美军难以在水雷布设时就探测到。那另一部分的水雷是由伊朗的军队使用小型船只来布设。那如果美军要把这个水雷完全清除，就需要6个月的时间。那这个扫雷行动要在战事结束之前恐怕都难以展开。所以这杀招2个绝招是目前大家分析上面觉得未来可能会牵动整个战事走向的一个关键。好，那当然看到的是伊朗现在也在发了一个 AI 片，讽刺川普对于空邓谈判，好，说自说自话延长了停火期限。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AI 怎么讽刺川普。We are having very great negotiations with Iran. If Iran doesn't come to negotiate, we're going to bomb them. 2,000 years later. So where are the Iranians? This is from Iran. All right. Then I will extend the ceasefire at Pakistan's request.
好，大家有发现吗？现在 AI 影片真的做得好厉害哦，它其实就是把川普所有在这几天的言论串起来，但是却都等不到伊朗这个另外一方的谈判呐。好，那现在呢，川普说是不是可能会有一个停火的期限到期？现在一直传出是26号，好，这个是很多的美国媒体外媒的报道说26号是川普设定的期限，但是伊伦要说，白宫现在是否认这说法，他说他们没有设定任何具体的期限。那川普在一些相关的专访当中也没有说到特定的日期哦。好，但是呢，伊朗的总统就有一些呛瞎了。我们先看到 CNN 分析川普现在是再度退缩哈，因为他宣布要延长停火。好，尽管他声称是要等伊朗的内部统合意见，但是无法掩盖川普企图利用压倒性的军事威胁来迫使伊朗在谈判当中投降策略以多次的失败。那伊朗当然认为现在的威胁不可信嘛，那原本两国的信任基础就相当的薄弱，那目前看起来伊朗是越来越知道美国的步骤了。好，那对着伊朗的空椅子美国现在想找了个台阶。那这是外媒报道说，川普相信这个伊朗谈判的代表跟伊朗军方存在着分歧，所以才导致谈判缺席。所以川普希望给伊朗几天的时间，希望他们意见统一。但是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每次都觉得伊朗的内部分裂，感觉是对着空椅子给自己找台阶，是不是就像刚刚 AI 影片所言呢？好，那赫姆兹海峡正在上演是炮舰外交，美伊的禁逐封锁主导权，说目前的美伊对峙从单纯的军事冲突变成是一个结合能源、金融跟地缘政治的全面博弈。那伊朗当然是希望能够维持这个扼喉点，那美国意图透过封锁来压垮对方的经济。那这一场其实不只是取决军事实力而是在时间还有压力之下的竞赛中，看谁气比较长，撑比较久。好，我们看到一开始目前伊朗看起来是在回击美国对他们的这个船舰货轮有一些反击。我们先问永平姐怎么看？是这个评论呢说，现在伊朗跟美国呢正在进行炮舰外交，主要就是说呢，一方面全世界都在等待他们到底有没有谈判的可能性，可是另外一方面呢，确实对于伊朗先封锁荷姆兹海峡，而美国呢又施予对峙性的反封锁他也把它整个封锁起来，而且是针对伊朗的船只，所以呢，现在伊朗又去针对美国可能会放行的这个船只呢，他又去进行攻击然后呢，革命卫队还释放了一个影片，但是现在大家还在查证它的真实性，就是革命卫队呢冲到那个船上这个开火，所以呢，现在这种状况呢，第一个，原本的比较规模大的甚至美国产那个大规模的空中的空袭，然后伊朗呢施予无人机飞弹的回击呢，那个部分目前是没有重新启动的。可是就荷尔姆兹海峡封锁到底要如何能解包含这个封锁里面有伊朗的封锁和美国针对伊朗的封锁这个问题呢，是现在大家都在看的，因为荷尔姆兹海峡不解，全世界包含台湾还是产生这个石油跟天然气的危机所以在这种状态底下我们可以讲呢，很多人都在评论川普呢真的陷入了一个战事升级的陷阱，意思就是说，你以为你之前用庞大的武力，你如果没有在第一时间把它击倒，他又抓住了你的软肋，现在呢就只有要不然你要得胜就只有往战事升级的状况。可是战事升级呢也是美国不可承受之重因为战事升级就是美国到底呢要不要派出地面部队，那美国派出地面部队就是美国长期的噩梦就是不管阿富汗、伊拉克，过去美国的所有越南通通都回来，那这是对美国现任的总统政治最不利的地方，所以现在川普才会陷入两难。那刚才讲了好几个时限，那4月
26号所谓停火到期这件事呢，白宫否认。可是白宫有一个无法否认的期限呢，是川普不经国会授权呢，60天发动战争的期限呢，5月1号就要到期了。那现在的共和党人，因为他们今年有期中选举，共和党人呢已经有好些人扬言，他们没有办法支持授权川普继续这个战争，而众议院的共和党的外交委员会的召集人也警告说，如果真的进入到国会，他不知道表决结果是如何，表示他也没有办法控制共和党人。那对伊朗这边来讲，现在当然川普给了一个解释，说啊，伊朗的人为什么没有出现啊？因为他们自己闹分裂啊，他们那个军方革命卫队跟这个代表这个议长方呢意见不合等等等等。问题是伊朗的人也不是笨瓜，如果以现在这样很低的成本能够掐住美国的话，那他们4月份不会多等几天，等到5月1号，你美国自己的内部政治的纷扰就来了，你共和党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那到底川普能不能得到国会的支持，还是要他公然违反美国的法令，在不得到国会授权的情况下，60天之后他还持续的这场战争，那马上美国又会有大的政治风暴，这个就是今天川普面对的真实的危机。是。永平姐想，这个之前孝伟哥有曾经提过嘛，这个时间的压力其实是不站在川普这边，是站在川普这边，因为川普面对的时间压力非常的急迫。对，就像刚刚永平说的，那个我上个礼拜也在这里就讲到说，其实川普马上要面临到60天战争授权的问题，但其实今天川普在荷姆兹海峡还面对了一个更麻烦的一个更头痛的问题啊，就是这个不对称作战哦，因为其实以这个不对称作战来说啊，说真的，其实这次看下来啊，我觉得我们的国军啊，在1.25兆这个军购预算提出来之后，其实真的要把眼光看到伊朗人这次怎么把美国人弄到真的是非常的那个的痛苦，七荤八素，真的七荤八素。好，你是不可否认，美国好在军事力量上很强，战术完全碾压伊朗，把伊朗海空军给灭了。但是伊朗现在透过包含利用无人机，还有包含水雷，还有甚至你看好像我们那个也看到这2天共和卫队开了很多小艇，一个小艇上就绑了2颗飞弹就冲出去，这种小艇数量之多在海上你美军虽然说它的这个军舰作战效能很强炮也比较大，飞弹也比较多，但是如果碰到这种这么多的狼群式作战的这些伊朗的这些革命卫队这些小艇，也是猛虎难敌猴群啊。虽然说我们知道美军军力很强，但我们刚刚讲当你这个质量至上主义面对到数量至上主义的时候，数量至上主义往往就会占上上风。现在在伊朗这边这个情况就是这样，而且伊朗人事前还放了一些水雷这个东西我们也跟大家讲，它实在是非常非常非常讨厌。为什么呢？因为你丢到海里面去以后，对不对？虽然说好，你放的时候你有 GPS 的这个位置这个说告诉你这个水雷在这边丢下去，即便如此，真的掉到水里面去以后，对不对？水里面有海流吧？海流把你不知道把你冲到哪里去了。等到这个海流把你这个原先放在这里的水雷冲走以后，所以其实扫雷作战在这个地球上的这个作战来讲是一个最困难的部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介质嘛，你没有办法说，我今天这个眼睛看下去我就知道这个水里面有什么东西，我要透过布放非常好这个装备精良的，比如说这个反水雷的这种声呐，然后另外甚至还要用水下的那个搜索手雷的这个载具，然后去找它定位以后，你也不是说定位以后马上就能处理啊，然后还要把它这个定位以后还要派潜水夫下去或派这个遥控机器人下去，然后再加上你看现在还有什么，伊朗还又公布了海底电缆，也就是说周边国家的这个通讯等等很多都靠海底电缆。像前一阵子我们常常就说台湾的对外海缆一下又断了一下又断了哪一条海缆又断了大家就发现我这个上网的这个速度就慢了对，就会有这样的问题。那同样伊朗现在也会这样搞所以其实伊朗它由于它本身第一国土非常的大，所以美国没有办法透过地面作战的方式
进去把这个伊朗政府推翻掉。他即便就算说他今天派出精锐的这个空降突击部队进到这个德黑兰周边，大家不要忘了。过去在第2次波湾战争，也就是推翻伊拉克海珊政权那次战争上面来讲，美军在前面的军事行动的这个阶段，其实他这个阵亡人数伤亡人数不高我印象中没错的话，2003年刚开始大概差不多100多人阵亡而已。但是后面从2003年到最后2009-10年美国撤出伊拉克为止，这中间的绥靖作战死了4、5千人所以其实美国是很怕在那个介入到这种的这个地面冲突的。所以伊朗他这次真的可以说非常充分的应用到它在这个地区的一个不对称的优势，用这种数量低价格的东西去耗你美国的这种高阶的这些武器。美国这次一打，哇，这些高阶的这些弹药等等，这个爱国者飞弹的这个储存掉了40%，然后什么SAD掉了一半，然后那个巡弋飞弹也掉了一半。其实这对美国来说，它未来在世界上它的军事力量要能够有效的震慑其他大国，会让它形成危机。好，没错，这种感觉就像是一个神走下神坛的感觉真的不再是个大国的态势了。郑生教授。我觉得不仅是不是一个大国的态势而且它在这个封锁荷姆兹海峡外面波斯湾外围，这个动作有点像海盗有点像是一个抢钱的。因为我做非洲研究的时候，有一些官选，那你知道官选他们有的时候到乡下去他如果拦你的车，或者把路挡起来买路钱过去要买路过路费所以现在很可怜呢，这些油轮要从荷姆兹海峡波斯湾出来，可能伊朗这边你要先去打点，就出来以后，美国说你居然可以出来，我这边也要帮你看住。哇，我觉得有点像在南非的时候，我记得我认得的华侨嘛他们被那个抢了那个就是有强盗进来抢了他们的东西。那他们就报警了，报警以后，警察一进来说：“哇，你那么有钱，再抢一次。”哇，警察再抢剥2层皮就对了，剥2层皮。我觉得你现在这样子看就是美国现在在荷姆兹海峡外围这个动作，我觉得就真的是会得罪所有其他依赖这个地方石油的国家、天然气，甚至是我常常讲，我们要讲一个反方向的这个进出口就是从外面进荷姆兹海峡。是很多波斯湾国家、海湾国家粮食大概有30%要从这边过来。到最后你粮食你虽然这些国家都是你的盟友，可是未来这个粮食的供应该怎么办？所以今天美国在这里这样子拖下去，我觉得不是办法当然，美国希望就是说，就好像过去看到，包括在伊拉克战争也好，在刚才我们特别提到伊拉克战争，在阿富汗战争也好，你就会发现美国想要脱手之前。甚至我们也可以从乌克兰战争看到，就是你想要谈判之前，你希望站在战场上有一些优势就是你气更足了，就是我谈的我要筹码更多，对，筹码更多，我要求条件更多。所以过去小布希还在伊拉克还讲了一个叫 surge， 就是我放更多美金进去，那我战场上得利，我可以撤出来的时候是比较光荣，而不是好像被人家追杀出来的。那我觉得这个今天是川普面临最大问题，就是你敢不敢真的再让你这个战事升高，让你感觉你可以更光荣退出。那最后我一定要讲这个川普说伊朗分裂，你不是把他们的国民卫队都打烂了吗？你认为说会有一个比较不是那么激进的这些伊朗的这个政府的代表出来，可是呢看起来好像不是看起来整个伊朗现在的状况，比你把他们打下来之前，你觉得他是激进的，结果你打下来，后面的人是更激进。我觉得这个是都在川普意料之外了。对啊，所以这还是回到一轮最刚开始看伊朗的情势说，打不死我的，必使我更强大。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我们现在看到伊朗底气非常的足够，那当然现在我们还是要关注到伊朗内部的一些态势包含是他们的
国会议长哦，这个卡利巴夫，好，因为他就讲到说啊，如果要全面的停火有意义哦，那美国就必须停止海上封锁。那还讲到了以色列哦，说需在各条约对不起，是各条的战线都要停战。那如果停战协议遭到违反，重新开放荷姆兹海峡，他认为是不可能的代志哈。好，那现在美国国务院哦发出一个警告，敦促美国的公民尽快的移开伊朗。好，出示美国护照恐被抓，所以呢，现在这件事情哦，大家也是在讨论当中。那目前也有媒体说啊，这个布希号的航母应该在3到5天之内就可以抵达中东了。好，这是西方媒体主持人格里芬他在社交平台 X 平台上面说，第3艘的美国海军的这个航空布希号将要绕行的是非洲南端，在未来3到5天就会抵达中东。好，所以就有人说，美国还在等布希号抵阿拉伯海，是不是才会对伊朗来发动后续的行动？等的不是一个人，是这一艘啦，布希号航母。那现在哥大的教授萨克斯哦，他认为战事其实并没有降温。我们来听听他怎么想。U.S. foreign policy is without principle. It's based on violence. It's based on regime change. It's based on lying and deceits. So the U.S. behaves as if it's all powerful and can do what it wants. We'll kill you if you don't like it. And if you sit down especially to negotiate with us, then we know precisely how to kill you. I think that they want another round of this, perhaps even more destructive than the war that has killed thousands of people in recent weeks. 好，所以这位教授他讲的是认为啊，美国接下来恐怕会有新一轮的升级行动，但这个升级行动到底是什么呢？因为刚刚我们专家有特别讲说啊，如果要打到地面战，恐怕就会是美国人的噩梦哦。好，所以我们也要再观察一下。但是现在川普砸钱给自己面子哦，因为首艘的川普级战舰是用川普命名，是入了2028年预算初步的匡列5300亿，5年3艘，达到1.36兆。好，那当然美国也松手撒大钱，说要爆买267架的 F-15EX 的战机，那 A10 由猪转命哦。好，那这就是跟2026年会计年度最终预算相比，空军整体的预算哦，其中大幅支出成长的是25%，那达到了大概是8.4兆的台币哦，非常大的数量。好，那其中的采购支出预计增加大约是30%。好，那刚才说了有267架的 F-15EX 要爆买，那另外的 A10 油猪嘛，我们前一天有讲说啊，还要这个延长它的服役年限呐。那美国消耗多种关键的导弹，说萨德哇只剩下170枚，这是美国智库 CSIS 的报告说显示美伊战争其实大量的消耗关键的导弹库存，那包含的就是大约50%的爱国者导弹，以及超过1半的萨德系统库存。那现在呢，美国人恐怕也很紧张。我们之前不是也曾听过一些报道吗？说，川普急着去找这个生产汽车的哦，希望他们能生产一些相关的武器哦。那全球现在经济哦，更是受到牵累哦。看到了美国参议员民主党领袖舒默他对川普有一些怨言，我们来听一下。But it's getting worse and worse and worse for Trump as he pursues this war of choice that doesn't have goals, that has made things worse. On the Strait of Hormuz, on the militancy of the Iranian leadership every day. And he's digging himself deeper and deeper in a hole until he stops the war. He will have a rough time getting out. He won't be able to. 好，所以他对川普是非常的不满哦。但是他因为是民主党的，也有人觉得还蛮合理的啦哈。但是现在在个国际间有一种声音说，高油价对陆的打击其实比美国还严重啊。但是有地缘政治策略师他就说啊，所谓美国可以阻断石油的供应，妨碍中国取得原油的想法，他给了3个字：
蠢啊，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说3次。好，所以他说油价超高的世界其实对美国也是相当的不利。好，那另外马克宏啊，则是批评说因为一位79岁的老人情绪波动，法国损失了60亿欧元，那凸显国际局势对经济的影响。好，这位79岁的老人是谁呢？当然就是川普好，所以你可以看到马克宏现在真的是跟美国大翻脸了。那当然，现在中东战争也害得小雨衣快断料那现在呢，库存拉警报，那甚至连医材也剉咧蛋那产品的价格都说调升大概20%到30%左右。好，那当然因为经济的部分确实有影响，但是大家应该可以发现全球的股市其实影响的特别不大所以呢，有人说看起来现在的经济股市的经济上面跟这个地缘政治好像比较脱钩，那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新的时代的展现。好，那当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伊朗的议长卡利巴夫有一些特别的说法，我们一样先问永平姐怎么看？伊朗目前用这种很不对称的，不管是资源或者是军力的做法，以小博大目前看起来呢也有一定的成果，所以呢，他现在当然不可能在此刻对美国立刻的让步。那至于美国方面呢，因为他自己内部体制两党政治的结构，加上今年的其中选举的到来，还有美国呢因为油价高涨所以民怨四起的状况呢，其实某个程度呢，对于强势如美国总统川普呢，他在决策上都形成很大的困难跟压力，特别是呢决策的矛盾性。现在川普我觉得他的问题真的是出在他自己对于外交和军事各方面都不专业，可是呢他又有奇特强大的自信心永远相信自己交易的艺术。他的交易的艺术说穿了就是说我在跟你谈判敲定最后 deal 最后那个签约之前呢，我要给你极限施压。所以他现在也是用这一套来对付伊朗，可是有用吗？没有用因为他现在又极限施压，就是他又派的这个航母又要再集结，然后又要再运送这个部队过去。可是问题是，你要这个极限施压，你要看对方有没有觉得你在极限施压。现在不止对方不觉得极限施压，刚才一轮也讲了，全球股市都没有觉得你在极限施压。为什么？因为他看破你手脚了。你集结了再多的士兵，你不敢动嘛，你不敢下令去做地面部队嘛。因为很简单，我们光一件事情就可以看出来，川普大概并没有决心跟胆子真的让他在地面部队去占领，因为他光调了一架飞机，一个飞行员，他就狂怒在那个白宫骂他的幕僚，甩东西，爆发了几个小时。他很焦虑，因为他很担心那个变成俘虏之后对他的状况会非常的不利，所以他们后来美国又发动了好多的资源，好多架的飞机，又全力把他抢救回来。好，你一个俘虏你都爆发成这样，那你弄地面部队，你要死多少人啊？你会有多少人被抓？你会有多少的俘虏啊？对不对？那是不是川普到时候在白宫要气到当场就中风呢？是不是这样子呢？所以你在这种状态底下，你的种种的决策行为的不合理性，说到不合理性呢，现在一方面美国这个川普呢通过了他的这个川普号川普舰战舰5300亿的这样的一个高额的建额，可同时呢，协助他去要造这个舰的海军部长呢，完全在这个时候跟伊朗战事关键期，然后造舰的这个关键期，被他的赫格塞斯战争部部长 fire 掉了。就美国自己内部连理军事决策单位都面临了这么多的矛盾性的时候，大家会认为你还有办法持续这场战争很久吗？对吗？所以可能伊朗的人说管好自己吧，还管我们。
孝维哥，的确啊，这个这次美国跟伊朗之间的军事冲突，的确让美国的这个国力的这个问题啊，又再一次的浮现出来。除了你看，他说现在要等第3艘航空母舰过来，但其实真的等到布希号到了这个中东战区之后，我看大概其实那个时候原本已经在那个区域部署很久的几艘航空母舰，可能要回去这个换一换了。为什么？因为以美军来说这个海外战斗部署还是有其时间上限的压力啊。虽然说我们看到好像那个福特号马上打破美军这个2战以来这个海外部署的时间，但其实还是他那个布希号这区是换防的这个味道比较重了然后当然其实美国在过去从2001年被9·11攻击之后，然后呢你看到它整个美军在这20几年来其实变化变成说它变成一个专门应对这种反恐战争型的这样一个军事力量。所以你看它这次应对到这个伊朗这样一个大型的一个算是一个中大型的国家，它要能够成功有效的应对它的这个军事威胁的话，虽然说它有能力用海空军把它砸烂，但对不起，你没有办法派地面部队出去，或甚至于你的空中兵力在那个你对于它的这个地面压制上来说的确就感觉显现出这些不足。像比如说最近经常在讨论这军武迷比较注意的是美国 F-15EX 战机要增产，然后 A-10 它的这个除役的时间要往后推。A-10 这个飞机除役为什么要往后推？我这边给大家看一张照片，请这个导播把这个照片 tag 一下。这个是小弟区在下，我呢当年去看这个环太平洋演习的时候，跟A-10 这个飞机机头一起合影。大家有没有看到旁边那一圈黑黑的是什么？是它一个30公里机炮的那个炮头右边的比我的头还大，就在我的脸旁边，有没有？它这个东西从空中A-10 攻击机冲下来，然后这个7管的30公里机炮打下来，啪啪啪啪啪打下去。我跟你讲，地面上的人被你打得落花流水。但是美军到现在没有一种飞机是专门用来替换它的。那但是你看，如果说今天我真的要对地作战的时候，这个飞机的威力极大，然后而且威力无穷。所以你看，美军现在也碰到这个问题，就是说，我现在要买更多的这个F-15EX 战机，它其实是一个对地打击战机它不是一个真战机啊。你如果说一个 F-15E 的飞行员碰到 F-15C 的飞行员说 F-15C 就说那个人是飞轰炸机的啦，他不是飞战斗机啊，你就可以看出这样一个差别。那当然你说后面美国准备要花更多钱去造这个川普级的这样一个战舰也某种程度来显示说，因为过去美国在这一大段时间的这个反恐战争，让美国其实在海上的这个优势逐渐的它的军舰的数量也不足，然后它的这个舰队的规模也没有办法能够赶上现在其他国家变化，这些都是它现在应对这次这个跟伊朗的这个军事冲突之后，他要赶快调整美军自己的体制的部分。孝伟哥，我多问一句，因为有人会好奇说，为什么这个布希号不走苏伊士运河，反而是走非洲的南端上？好，有人是说有人之前是说那个可能是因为忌惮这个胡塞组织在红海部分因为胡塞他拿了很多伊朗给他这些高超音速那个反舰飞弹，这个高超音速飞弹上一次美国那个杜鲁门号航舰那边部署的时候呢，就碰到一个状况，正在那个甲板飞行作业的时候，突然一颗飞弹就过来，那时候为了要闪那颗飞弹那个杜鲁门号做一个海上的一个急转弯，一个 hard turn但是 hard turn 的时候，刚好有一架飞机正在拖的时候，那时候他那个飞机不会用链子绑住，连飞机带车就从那个飞机摄像机滑到海里面去了。对，所以那个损失当然是有点那个啦，但是美军也就注意到红海这个水域其实对航空母舰来讲，它的确不是一个友善的作战水域，它的那个水道很窄，然后呢敌军很可能在对美国航空母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所以这次布希号走那边，但是最近我们也看到福特号要往那走了，后面到底会怎么样？我们看他最后究竟怎么来处理这次这2艘航空母舰的部署。是好，曾森教授。我想第一个就是说，要美国人赶快离开伊朗那我就想到这个，大家都记得，在这个1979年的时候，这个伊朗那个时候发生美国的人质危机嘛，是谁救他们很多？是加拿大的大使，对不对？然后给他们发加拿大的护照。我以前在美国教书，我就跟我的学生讲，我说你们美国人不知道你们在海外有多讨厌没事被人讨厌，被人讨厌。我说你们要假装你们从加拿大那边来的，因为阿拉斯加离加拿大很近嘛。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例子，就美国人自己都知道你今天拿了美国的护照，虽然你可能在伊朗从来没惹过什么事，可是就认护照就认你的护照会有危险所以我觉得这个赶快需要去处理。那美国现在你说弹药也缺，这个装备也缺，如果今天你打的是一个正义的战争就是你有足够的理由来打这场仗，
像2次大战，哇，美国那个军工生产体系，女性都进去帮忙了生产，哇，一下子就1-2年之内就生产到全世界2/3的军武都是在从美国生产出来。不仅美国可以打德国，可以打日本，还可以提供给很多国家，包括中华民国嘛，所以就表示说，当你的发动战争的理由是正当的，整个国家可以动起来，而不是像现在这个Schumer 这个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还在那边跟你讲东讲西的，就是因为你国内没有一致性，因为爱国心是当你被攻击，所以小布希那个时候去打伊拉克的时候，大家一开头会觉得去打阿富汗的时候，大家都会有爱国心，觉得说哇，宾拉登藏在阿富汗，那美国被打，他们都愿意去做反击而已嘛，反击对吗？就是自卫嘛。那可是现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要全部动起来，然后呢，动起来就算了，你还要把有些东西命名为川普，大家都觉得说，哎，你是不是走过头了？这个战争变成我们常常开玩笑，就是你一个人的战争，不是美国人的战争，是川普跟内塔尼亚胡的战争了。好，我们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聊。好，我们来看中国大陆的海军，他们发布了一个宣传片，好，似乎有在暗示第4艘的航空母舰是核舰。好，我们先带大家来看看这个宣传片这其实就是中共海军成立77周年之际，中国军号公众号22号晚间发布了向大洋的宣传片。好，片中透过人物姓名隐喻他们现在的3艘航空母舰，辽宁就是辽宁舰，那山东就是山东舰，山东那福建就是福建号。那片中有一个新兵叫何健，而且年龄标注是19岁。那前3艘的航母舷号是16、17、18衔接，所以外界说这就象征着第4艘航母的广泛猜测。好，那甚至有大陆的网友是说这个何健感觉就很像是核舰。那这个核舰是核航母的核舰所以这个导播帮我 take 一下，是这个核舰好，结合它的19岁设定所以推测中国大陆正在建造的是004的航母或是核动力航空母舰，排水量可能达到11万到12万吨级，那具备全球部署的能力。好，那现在解放军也罕见穿越了2条敏感的水道，那这是他们本周2度通过日本西南外海的敏感国际水道。19号是经由横当水道出海，22号透过了与那国跟西表水道返回。那被认为这个很罕见的行动是一种对北京针对东京的明确警告。那现在王毅跟董军去了柬埔寨来进行访问，到了东南亚。好，我们看到他们抵达柬埔寨这个首都金边。那中国驻柬埔寨大使汪文斌等人是到机场迎接，所以相关画面也曝光，他们是这个同妹的走下了专机。那现在中检的2+2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面，王毅也喊说就是铁杆的友谊他说这会议当中进行了充分表明中检经历考验的铁杆友谊，那也彰显了双方对深化中东战略合作的高度重视。那说中检双方其实对于双边关系政治还有防务安全合作都有一些广泛的共识。那现在说美国的100年海军霸权好像今非昔比啦。我们先看到说，也就是刚刚这个永平姐提到的美国海军部长被拔了。好，他说因为是绕过了上司，他的上司是谁呢？就是赫格塞斯。好，直通川普，踩到了战争部长的红线这就不代表说五角大厦里头内幕权斗真的很多。美国海军正对伊朗港口实施大规模海上封锁之际，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要求海军部长费兰辞职，那否则就会被解职。好，一名白宫高层官员说，川普已知道这件事情。那多名的消息人士也向 CNN 爆料说，赫格塞斯不满费兰是直接与川普沟通，认为是绕过自己。哇，实在是太经典了，根本跟这个《甄嬛传》的宫斗剧很像好，那马六甲海峡有没有危险呢？现在看到避开荷姆兹海峡的水雷威胁，美军战术转移到了亚洲海域来拦截伊朗的油轮。好，目前我们跟大家讲的中东战事就是位在这里，荷姆兹海峡嘛，阿曼湾，这些都是目前美军封锁这个伊朗
朗港口的部分。就现在啊，美军在接近印度、马来西亚跟斯里兰卡外海海域拦截了3艘伊朗的油轮。好，另一名美国海事安全消息人士说，美军倾向在远离荷姆兹海峡的公海拦截伊朗的船只，好，避免在行动当中遭遇水雷。我觉得这个动作非常的胆小鬼啦，要么你就直接进到里面怎么可以到这么远的地方去拦截伊朗的船只？我实在是看着觉得太离奇了。好，那当然，印尼这边说美国军舰在马六甲海峡进行了区域的巡逻，印尼的外交部长特别讲说，他们只是在那边巡逻啦，外国的军舰通过他国水域并不罕见，就是航行自由的概念，他认为不是什么新鲜事。好，但有人说啊，今日赫姆兹会不会明日马六甲呢？外交部的这个新加坡的外交部长就讲得很明白。他说，如果未来美国跟中国在太平洋爆发冲突，当前赫姆兹海峡的情况将是预演，届时会产生的冲突，新加坡是不会在美国跟中国之间选边站的。我们知道新加坡一直都是现实主义的国家所以他已经讲得很明了，你们这个交战不关我的事情好，我们还是看到一开始的这个第4艘航空母舰要成型了吗？我们问永平姐。这个关于是不是第4艘航空母舰中国大陆的这个要成型了哈？我想待会儿那个施老师孝伟啊，他会有更详尽的解说了哈，因为专家在此，我就不多讲。我只是很想讲一个中国西方人不太了解中国大陆处理很多事情的方式，譬如说，他如果要发布这样的一个部分，他为什么不像这个川普舰一样，哇，敲锣打鼓的说我有了不起的这个舰，他要用这样子什么姓名啦、隐喻啦各方面呢？其实这个真的就可以说明西方人跟对中国的不能了解，那以及中国处理外交事务是多么的跟西方的理解不同。这次美伊战争爆发以后呢，我看西方媒体很多的讨论是说，到底中国大陆是不是一个安静的赢家？就是说他什么事都没有做，他也没有出来在这个多么外交动作上大幅的支持伊朗，甚至军事也没有出一兵一卒发射一个子弹，可他是不是默默的在那里，他就得到很多的好处？那事实上呢，我觉得中国大陆如果包含严老师跟我们有机会跟他们的学者或者是相关的人碰面，其实他们很喜欢讲几个字，叫做润物细无声。就说这个已经变成中国大陆在处理很多敏感问题的时候呢，你看他们的外交辞令感觉非常的无聊，常常都没有新意，话通通都讲一样，然后很多的反应都很制式，很多人都在骂他说你们怎么都一成不变。可是呢，他的很多的改变，很多的影响力，很多他要发展的机会呢，他其实是透过不张扬、不说明清楚、不怎么样，润物细无声的就在进行。譬如说美伊战争如此的时候，王毅呢有没有改变他既定的动作跟行程？没有啊，他该去柬埔寨去柬埔寨啊，特别是柬埔寨抓了那么多诈骗犯啊，清理了什么啊，对不对？这个时候他总是要去一下，表达一下说啊，我们这个你们配合不错啊，我们继续加深等等，就说中国大陆的形式喜欢呢，让大家看不出来他底下到底在做些什么，但是呢，他该表达的立场，他该有的方式呢，你尽管觉得说，他怎么没有与时俱进，因应情势而变？可是呢，他也有一点以不变应万变，可是很多的问题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来做处理。那反观美国，我觉得美国的做法呢，就是很多东西都把它台面化。我觉得这次最经典的就是赫格塞斯跟他那个海军部长的这种事情，也可以闹到这种程度，而且在这个时刻，呢，整个美伊战争的焦点是集中在海上，大家现在还在讨论美国如何要重振它的海权的时候，就赫格塞斯出来告诉大家说，你越过我就是不行，你不可以距离总统的
距离只有我可以最近，我可以做他的枕边人，你们其他要越过我，我就杀无赦。那赫格塞斯到底想要干嘛？哦，他对川普是爱啦。不，我觉得他是未来想要选2028，那这个事情我们大家就看一看，因为这么奇怪的一个战争部长，可以在面对军事将领的时候拿出圣经出来做圣经课的人呢，我觉得他的企图心绝对有超过他现任职位的很大的野心。好，所以自己的自身的利益是高于国家之上，就 combo 哈。孝伟哥就要问你核建的部分。好，其实中国大陆它第4艘航空母舰会不会做核动力啊？我个人其实认为它一定是要朝核动力发展。为什么？因为它现有的3艘航舰，辽宁是原本乌克兰的这个那个航空母舰弄进来了，俄罗斯的然后它摆在乌克兰，然后是传统动力。然后呢，同样的那个第2艘那个山东也是传统动力，而且它还滑跳甲板。第3艘原本这个福建号，它原本是要蒸汽弹射，然后搭配了电子弹射之后呢，改成这个那个变成加了这个那个改成电子弹射。那第4艘其实你说以它的这个整个发展的这个路线的轨迹来看的话，它第4艘航空母舰作为一艘核动力的航空母舰，而且今天大陆的一些朋友，比如说一定上看11万吨、12万吨如何，其实我也相信。为什么？因为今天中国大陆海军不是需要一个全球部署海军，美国航空母舰为什么大概是10万吨上下，而且舷宽是74公尺，它会限制到那么大的有这么多的限制，主要是因为世界上有很多水道有这样限制。例如说，美国的航空母舰舷宽最大74公尺，就是因为要能够刚刚好通过苏伊士运河。但如果说今天中国大陆的航空母舰，它不需要去跑到这个地中海，或不需要跑到大西洋等等这样的地方去宣扬国威的话，对它来说，它现有的这个航空母舰在加大，然后核动力化，然后而且呢，甚至造得比美国更大因为其实中国大陆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现在的海军在外行动，它跟美国比较不一样，因为美国是全球部署，所以美国可以非常轻易在全球各地部署这种所谓的补给基地之前也传出不是一个照片说这个美军的这个餐不好，后来美国人说不对，这个是假新闻，也不是假新闻。就我所知，它其实每一天的早餐是比较简单的。那天可能那个早餐那个兵吃到东西不喜欢，他就只拿了2个印度饼跟一点东西。因为我在美国海军军舰上吃过3餐，我大概知道中餐跟晚餐是不可能那样。好，那这个时候美国的这个由于有全球这个补给的这个能力，那中国大陆相对来说比较弱，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大陆它为了把那个如果要持续它的海外行动力的话，它一定自己的船本身要做得够大，等于说我能够难得接一次补给品，我上面装的东西要能够装到最多所以看它现在除了第4艘航空母舰要用这个核动力之外，因为核动力相对来说它的自持力就会比较强。美军的航空母舰它核动力航空母舰每4到5天在战时状况要加一次油那如果说今天中国大陆航空母舰它要这个用油的这个频率可能会比美国航空母舰更高，因为它自己的船还要烧油嘛，所以未来中国大陆航空母舰一定是走核动力，而且一定会造比现在更大，甚至还有更多更大的补给舰支持它的全球海军梦。对，所以这第4艘确实是已经在预告了。严教授怎么看？我看到美国就是想要在公海上面去拦截，我就想到说，这个战争这个就是战争贩子嘛 ，Law of War 那个 Nicolas Cage 演那个电影，他不是在偷运武器嘛？美国那个就要去追但是美国，如果你今天真想这么做，这个就是美国我们过去讨论国际关系里头所谓的过度延伸就帝国会衰退的原因，就是你有这么多的资源，你要全世界去做这些事情吗？你现在好像可能觉得说，我在荷姆兹海峡拦不到东西，我到外面去拦，然后到外面更远了，那以后是不是只要是船只从中国出来往任何地方，你都想说要去做这些？那你有这样的经历吗？你现在连专打一个伊朗你都觉得不足了，你还要去管这么多事情？我觉得这个是美国现在应该要去思考，你现在要集中你有限的资源去打赢这场战争，然后能够赶快有一个下台阶就是稍微有进展就要退出来，这样你才能够保存实力，这样川普才能够说我维持我在西太平洋的优势，西半球的优势，然后我不至于再发动任何战争。你每天讲说你是和平的，不想打仗，可是现在就任1年这个多来，这个川普2.0，大家看到的不是一个和平的总统，也没有让美国更伟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问题。那当然，赫格塞斯，我觉得在我们常讲说这个是最大的大忌嘛，那个战争兵前换将，你怎么能够做这样的事情？而且
以你在军队里头资格哦，说老实话，真的没有说服力哦。你的军阶这么低哦，然后呢，你展现出来的是，可能你不见得完全懂他们。这些将领都是这些上将都是经过多少的这个洗礼之后才做出来决定，也是为了美国着想。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很多的职业的军人，特别是资深的这个将领，他们都知道这个战争打对美国不是好的嘛。